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觉得非常梦幻的一个概念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大家应该比较常听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以下我们简称 FP 跟 OOP。 FP 大家可以理解为跟 OOP 是两种不同的程式设计 paradigm， 中文叫做范例，但是我觉得这样直翻不是很准确，我觉得它也有点理念或是模式的意思在。总之中文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直接对应的词。 FP 跟 OOP 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光谱的两端，当你想写程式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比较 OOP 的方式去解，也可以选择使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方式去解。直接这样说可能太抽象了，所以我们直接来个例子。假设我们要实作一个电梯，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只有往上一楼跟往下一楼的功能。使用 OOP 的话，一般我们会这样做，使用一个 class 把电梯的行为跟 state， 也就是它所在的楼层封装在这个 class 里面。那使用这个电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使用它嘛。使用 FP 的话，我们则会写成这样，使用 function 来表达动作并更新电梯的状态。那使用这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去使用它。如果你是一个习惯 OOP 的人，这时候可能就会想，看起来 OOP 的写法比较好读啊，那使用 FP 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来看看 FP 的 code， 大家可以暂停去找一下，应该会发现有个东西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没错，我们一开始宣告的 initial state， 在执行完整个程式之后，它都没有被修改过。我们的 go up 跟 go down 这两个 function并不会改变 input state 的值，而是会直接产生一个新的 state， 然后 return。 这个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immutability， 意思就是所有的变数一旦宣告之后就不能做修改。那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概念，听到这个应该会产生很多的想法。等一下，变数不就是要拿来变的吗？为什么要每次产生一个新的 state？ 我直接改 initial state 的值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整个 state 都产生一个新的呢？如果你觉得很奇怪，那 FP 还有一个特性，你可能会觉得更奇怪。FP 基本上不使用 while 或是 for 回圈，而是鼓励使用递回。像 Haskell 这个程式语言是非常严格的一个 functional 语言，它甚至不让你使用回圈，你想用都还不能用。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可能会觉得它的概念完全颠覆你过去写程式的认知，甚至会觉得这样写 code 不是更难懂吗？不过这些限制跟设计理念都是有它们的好处的。那关于 FP 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只用一个影片是不太可能涵盖全部的。不过今天的影片我会尽量解答上面所有的疑问，目标是可以成为大家深入了解 FP 的入口。那这部影片中我会先介绍 FP 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看完之后你就会了解 FP 到底想要达成什么了。再来就是一开始你接触到 FP 会产生的一些疑问。那再来我也会讲一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跟 FP 的比较。那最后我也打算分享一下我学习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过程。要了解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第一个要了解的概念就是 Pure Function。Pure Function 其实就是 Function 的一种，只不过它要符合某种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只要你给它一样的 input， 它就会给你一样的 output， 而且这个 function 不能够有任何的 side effect。 比如这个 function 它的 return 值只取决于它的 input， 所以它就属于一个 pure function。 而这一个 function 呢，它会被 function 外部的变数所影响，所以它就不属于一个 pure function。那 side effect 的意思就是动到任何这个 function scope， 也就是范围以外的状态。例如你去改一个全域变数的值，或是你印东西在萤幕上，或是存取资料库，这些操作都算是 side effect。Pure function 的好处非常的明显，
就是它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你给它什么 input， 它就会产生对应的 output， 不受任何外部因素影响。这让 unit testing 也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它没有任何外部的 dependencies。而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尽量让所有的 function 都是 pure 的。为什么会说尽量呢？那是因为真实世界的程式不太可能是完全 pure 的。例如你想要存取资料库，或是把 output 印到萤幕上，这些动作都算是 side effects， 也会造成你的 function 变成 impure， 但是这些动作又是必须的。这就造成要写一个有用的、完全 pure 的程式，几乎不太可能达到。那么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对这个问题的解法是什么呢？就是用 monad 这个东西把 impure 的部分推到程式的边界，然后让程式的核心部分维持是 pure 的。那具体上是怎么做到的？还有 monad 是什么？因为超出这个影片的范围了，所以我在之后的影片再跟大家做介绍。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前面点到过的概念 immutability， 翻成中文就是不可变动性的意思。我觉得 immutability 又比 pure function 是一个更严格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有一个 function 是长这样的，大家看得出来它执行结束的时候，这个 array 3的值会是什么吗？应该可以发现，只要你不去看中间的程式码，你就没有办法确定到底 array 3有在哪里被改过。那在这边至少我没有更改 array 1跟 array 2的值，产生 side effect。要是我的 function 中有更改那些 input 的值，那会变得更可怕。从这个范例我们可以看出来，只要你的变数值是可以更改的，就会造成你很难有把握你宣告的变数到底在什么地方被改过。尤其是你的 for 回圈里面程式码越长的时候，或者 function 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有感。那么如果所有变数宣告之后都不能改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没错，这就是为什么 FP 会特别强调 immutability， 因为只要你让所有的变数宣告后都无法修改，就可以让程式码更容易理解，更不容易有 bug。那事实上，一些比较遵守 FP 的程式语言的预设行为，都是让变数预设就是 immutable 的。这些语言会刻意让修改变数这件事情变得很麻烦，来尽量让你不修改变数，让你尽量遵守 immutability 的原则。例如在 Rust 中，如果要让一个变数是可以修改的，你必须要特别加上 mute 这个字才可以。如果是 Haskell 这种纯 functional 的语言就更麻烦了，一般的变数它是完全不让你做修改的，你必须要使用前面提到过的 monad 这个东西才能够做到。那现在理解 immutable 的概念了，我们就可以回过头聊聊为什么 FP 会避免使用 for loop 或是 while loop 来写程式。如果你写程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应该会产生这样的直觉，回圈的本质其实非常的 mutable， 只要有回圈，通常就伴随着 mutation， 也就是变数的修改。不信的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回想看看你过去写过的回圈，你会发现你在回圈里面做的事，大概都可以属于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修改回圈外部的变数，那这就是 mutation。那第二种就是产生 side effect， 例如印出某个东西的值。你会发现回圈好像不是做 mutation 就是产生 side effect。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几乎可以归纳出一个规律：回圈要在变数是 mutable 的前提下才是有用的东西。当你想要实现 immutability 的时候，回圈几乎就没有用了，因为你在回圈里面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理解了上面这些前提之后，你就会发现 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不使用回圈，而使用递回来完成迭代的功能就非常合理了。function 在被呼叫的时候，通常都会在 call stack 中产生新的 context， 就可以有效的限制变数能够被读取或是修改的范围。那也就更容易在保持 immutability 的情况下，
做到你原本会使用回圈来完成的事情啦。例如左边的范例，我们使用 for 回圈来加总一个 array 里面的变数，那我们就必须要修改 result 这个变数的值，也就是一定要使用 mutation 才能够达成。但是如果我使用 recursion 的话，我完全不需要修改任何一个变数的值，就可以加总这个 array 的值。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明用的范例，在这么小的 function 中使用一个 mutable 的变数并不是罪恶。使用 mutable 变数造成的困扰，要在你的 code 变得很长或是更复杂的时候才会开始体现。不过实际写 code 的时候，要一直使用 recursion 的方式来写 function 也有点不太方便，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用 reduce、map、filter 等等的函式去替代掉递回，来增加可读性。例如这个范例就是使用 reduce 来加总一个 array 的值，达成了 immutability、pure function 还有不使用回圈这几个条件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的写程式的方式会慢慢从 imperative 变成 declarative。现在大家可能在想，等等，imperative 跟 declarative 是什么鬼？所以我就用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举例，像组合语言这种，你一步一步去告诉电脑怎么去变更变数，甚至是 register 的值，然后把结果去计算出来，就非常偏向 imperative programming 这边。而 declarative 的写法则是直接写出你要什么，而不是一步一步的方式去告诉电脑要怎么做。大家很熟悉的 SQL 语法，就是你直接指定你要什么，而不是告诉电脑要怎么去计算这个值，所以它就很偏向 declarative 这边。像 HTML 也是一个非常 declarative 的例子。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想要把一个 array 1、2、3、4、5、6里面的偶数给取出来，我可以使用非常 declarative 的写法，也可以使用很 imperative 的写法去写。你会发现使用 declarative 的方式，我们是直接告诉电脑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而 imperative 的方式则是告诉电脑一步一步要怎么去执行，来产生我们要的结果。很多人可能会对 declarative 的意思产生一些误解，会觉得不就是把 code 拆成 function 让 code 变短吗？或是 declarative 不就是使用内建函式让 code 变短而已吗？但这些其实不是 declarative 最精髓的含义。declarative 这个词的重点不在于程式码的长短，它的重点在你的程式码可以简化为一个值或是 expression， 就像一个数学表达式可以不断化简一样。我们回来看刚刚的范例，你会发现这个 return 后面这一大串，最后可以直接简化为最终的结果，它没有任何中间的执行步骤。如果我的 input 是1、2、3、4、5、6，那这个 return 值本身就是246，也就是说这一串 expression 本身就代表我的结果了。而如果使用 imperative 的写法，你会发现有中间的步骤在告诉电脑要怎么做计算。也因为有这些中间步骤，这整个运算过程没有办法简化为一个表达式，所以 declarative 的本意它并不是抽象，它也不是要把 code 拆成 function， 也不是让 code 变短，那些只不过是副产物而已。那看到这边，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刚刚我是使用内建的 filter 函式来达到 declarative 的效果嘛？那万一我没有 filter 可以用怎么办？不用内建的函式，我还做得到 declarative 吗？其实是可以的。这边我使用递回的方式来写这个函式，你会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中间的步骤，也没有建立任何的变数，我只是根据 input 去 return 不同的值。因为没有任何中间的步骤，这个 function 是可以简化为一个值的。不相信吗？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因为 if 可以使用 ternary expression 去替代，所以我可以把以上的 code 改成这样。你会发现这个 function 又简化为直接 return 一个值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declarative 的写法。当然这只是一个范例，拿来帮助大家理解 declarative 跟 imperative 概念上的差别，并不代表我们实际写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时候会这样子去写 code。
以上我只跟大家介绍了 FP 最基本的概念跟核心的理念而已。不过不要以为 FP 就只有这么简单，在实作上它还有非常多的细节是可以去探究的。那 FP 也跟 OOP 一样，有它自己的 design patterns， 包括了 functors、applicative、monads 等等。因为再细说下去真的说不完，所以这些概念我会另外再做影片介绍。如果希望我做更多 FP 相关影片的，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然后留言支持一下哦。那通常第一次听到 immutability 的概念，大家都会很直觉的产生一个疑问，就是 immutability 不会产生效能问题吗？为了满足 immutability， 每次我们要修改一个变数，都需要产生一个新的 copy， 改一次就要复制一次，改2次就要复制2次。感觉 immutability 会让变数需要不断复制，然后让效能变得很差。再来，如果不使用 loop， 然后都使用 recursion， 不就代表你的 call stack 会越叠越高，占用非常多的记忆体吗？那这边我分享2个理由来说明这些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些是整合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论点，然后也整合我自己的理解，所以有错误的话欢迎指正。那第一点 ，FP 是一个比较 high level 的概念，所以比较 low level 的事情你就交给 compiler 去处理就好了。那第二点就是用少许的效能来换取干净的程式是非常值得的。那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说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是一种 high level 的撰写程式的方式。那这边说的 high level 并不是说它比较高级或是比较优越，而是指抽象化的程度。从最低的 level 来说，可能就是0和1组成的信号。那 C 语言可能就高非常多了 ，Java 可能又在更上面一点，而 Haskell 这种 functional 的语言又在更上面。越往高的 level 走，你就会发现你的重心就会放在整体的逻辑，而不用烦恼一些细部的 low level 的控制，像是记忆体的分配、释放之类的操作。那为什么你可以不用管这些 low level 的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都交给 compiler 来做了。compiler 会把你的 high level 程式编译成 low level 的 binary 档案，那这样电脑就可以执行了。在这个编译的过程中 ，compiler 也可以帮你的程式去做一些优化。比如说在 Haskell 中，如果我有1、2、3这个 list， 它叫做 foo， 那我想要把第一个值给加1。Haskell 的 compiler 它并不会把整个 list 都做 copy， 而是它只会改头的部分，但是尾巴的部分还是可以共用的。而递回的部分也有一个东西叫做 tail recursion， 它也是 FP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 compiler 可以自动去优化某些递回的 function， 来减少记忆体的使用。那我在这边就不细讲了，未来再另外做影片跟大家介绍。总之，重点就是 compiler 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帮你做一些优化，所以 immutability 所造成的效能损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二个点，用少许的效能来换取干净的程式。大家可以把 immutability 想象成一种 trade-off， 为了实现 immutability， 你必须要牺牲一点点的效能。但是反过来想，你只牺牲了一点点效能，就换取了非常干净、好理解的程式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 trade-off， 因为现实世界中我们写的程式大多都不差这一点点的效能，反而是 mutable 变数带来的 debug 还有维护成本是大非常多的。那综合以上2点，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immutability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效能问题，它带来的好处一定是大于坏处的。FP 是比 OOP 更优越、更先进的理念吗？相信有些人接触到 FP 之后会开始产生这些疑问。那这在网络上也是很常拿来被争论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我自己很想探索的一个问题。那在这边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那首先要先厘清一个概念
FP 跟 OOP 是众多程式设计 paradigm 中的2种而已，所以它们并不完全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在网络上，如果花点时间看各大论坛上面的讨论，他们各自有适合的地方啊，或是2种你都需要等等。翻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很多人觉得没有哪种方式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也找不太到一个结论。那我觉得这种说法不能说它错，但我觉得这个结论不够令人满意，所以我未来还是想要自己继续探索，找到自己的答案。以下提出3点我自己的看法。那第一点就是，当你遇到一些需求，你要从头开始写程式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FP 的思维去设计程式架构，也可以使用 OOP 的思维去设计。2种方式最终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产物。的确，实作上 OOP 中是可以混入 FP 的元素， FP 中或许也可以加入一些物件导向的东西，不完全是冲突的。但是我觉得在初始设计的时候，你还是必须选择使用偏向 FP 的思维，还是 OOP 的思维去构思整个架构。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得在他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我花了一些时间看网络上很多人的争论的结果，就是我没有得到一个答案，所以我还是得自己去摸索。2种方法都尝试过之后，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到解答。那第2点，因为 OOP 相对来说是比较主流的，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很习惯 default 就使用 OOP 了。但是 OOP 难道真的是在那些情况下比较适合的方法吗？我觉得这还是很值得思考的。某些过去大家很习惯用 OOP 来处理的问题，或许使用 FP 也能够很好的解决，只是现在还比较少人这么做而已。再来，如果 FP 跟 OOP 各自有适合的应用场景，那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讨，在哪一种应用中，哪一种理念会比较适合。那最后，毕竟写程式的风格某种程度上都有主观的成分，所以就算每个人都做一样的实验，也不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有些人或许会觉得 OOP 比较好，有些人就是比较偏爱 FP， 所以我未来还是想要自己去做各种尝试，来得到自己的结论。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在这边并没有要下一个结论，我也没有觉得 FP 或是 OOP 哪边一定是比较优越的。或许以后也会有新的 paradigm 出现，可以整合2者的好处也说不定。我想要表达的是，我并不满足于各自有适合的应用这样的答案，我还是想要自己去探索，在什么情况下哪种方法是比较适合的。那以现阶段来说，我对 OOP 跟 FP 的理解深度还有经验，我觉得还不足以下一个结论，所以未来我会持续思考跟探索这个问题。那如果我有新的想法，也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或许都会有不同的偏好跟经验，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主题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OK， 今天这支影片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 FP 世界中基础的概念。那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深入探讨，因为这部影片主要是想让不知道 FP 概念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有兴趣，就可以自己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跟学习。如果你已经知道 FP 了，就把它当作看爽的吧。那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近期才接触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我自己也还在学习当中，所以下一个影片内容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接触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然后开始学习的整个过程，还有我未来的学习计划。如果对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兴趣，或者想知道我怎么从头开始学习一个程式语言的，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